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个稍微有点沉重的话题：为什么那些为了追求自由而逃离体制的家庭，最后常常给孩子制造了新的痛苦？之所以想聊这个，是因为前2天一位女性朋友向我讲述了她的亲身经历，在征求了她的同意后，我就把她的故事做成这期视频分享出来。这位女生的父亲对中国的公立教育、文化和政治制度都非常痛恨，坚持把她带离了学校，自己在家教育。然而，相比于之前在体制内学校的状态，她却陷入了越来越重的抑郁。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典型。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大群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或者说有比较多想法的人，他们对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制度有着强烈的批判态度，非常认同自由、民主、开放的价值观，通常也有着较多的政治性抑郁。于是，他们决心不让孩子遭受这样的污染，其中的一部分家长选择将孩子送进某些创新学校，另一些家长则选择 homeschooling， 也就是在家自己教育孩子。然而，他们的选择时常未能让孩子变得更加成熟和自由，反而导致了孩子陷入更多的抑郁、痛苦和社交障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惋惜的现象。而这也反映了一个相当深刻和普遍的社会学规律。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探讨和分析这种现象。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这位朋友有着怎样的遭遇呢？他原本在中国某大城市就读于一所公立中学，初中时代本来是一个孩子建立同伴关系、形成自我认同的关键阶段，但就在那个时候，他的父亲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姿态介入了。父亲告诉他，中国的学校全都是洗脑、精神控制，那种无意义的内卷根本学不到真正的知识，待在那里就是在浪费生命。在这种叙事下，他被父亲强行带离了学校。起初，父亲把他送到了当地的一所标榜先进理念的创新学校，但在那里，他并没有感到开心，反而因为那种人际环境感到更加痛苦，而这反而成为了父亲进一步收紧控制的理由。最终，他离开了那所学校，被父亲带回家里，度过了极其孤独，甚至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几年。在这几年里，父亲接管了上帝的角色，他给女儿制定了各种宏大的学习计划，伴随而来的是对他精神和社交的全面殖民。他说，父亲几乎每天都要花几十分钟甚至更久，对他进行高强度的思想灌输，内容大概就是批判中国社会的黑暗，嘲讽体制教育是多么愚蠢、弱智和洗脑，以及反复地强调人心是多么地险恶和贪婪。更要命的是社交隔离。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非常需要和同龄人的互动，哪怕是聊聊八卦、打打游戏，也是极其有意义的。但这些在父亲眼里是绝对被禁止的。父亲的逻辑是，你的那些同龄人都被体制教傻了，和他们社交毫无意义，纯属浪费时间。他要求女儿去跨越年龄，和大自己几十岁的成年人社交，去向这些人学习。大家可以想象，一个10几岁的孩子被切断了所有正常的社会连结，被迫在父亲认可的成人圈子里周旋。这种严重的社交错位让他生活在一种深刻的恐惧和孤独之中。并不意外的是，他后来出现了强烈的抑郁，他开始痛苦，质疑父亲的选择。但每当他流露出一点点怀疑时，父亲就会反问，难道你想回到公立学校，去和他们一样内卷和吃苦吗？我对你这样好，费了这么大劲让你免受了中国教育的毒害，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的苦心呢？这位父亲一直试图让女儿相信，他生活在一个最幸福、最光明、最自由的家庭，虽然人在中国，但远离了所有中国体制和教育的负面因素，被父亲完全的保护起来了。因此，如果他仍然感到痛苦，那肯定不是父亲的问题，而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过这位女性朋友非常的聪明和勇敢，尽管陷入了这样严重的困境，她最终仍然突破了父亲的铁幕，就像电影《楚门的世界》主人公那样，意识到这一切的虚假性。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如此。在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家长，他们或许没有那么有文化，但那种以反抗主流为名的囚禁却同样令人窒息。比如，我曾经看到这样一篇报道，四川泸州的一位名叫李铁军的父亲，以学校学不到东西为理由，把女儿李静慈强行带回家自己教育。李铁军表示，到女儿18岁时，他要把女儿培养成一名生物磁场方面的科学家。他还表示，自己宁肯坐牢，也不送女儿到学校念书，这话颇有一种牺牲精神。李铁军就这样在家里教育女儿长达11年。记者到他家发现，20岁的女儿坐在昏暗的屋子里，花1个小时都临摹不出人物的大致轮廓。她连初中水平的知识都不了解，她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连火车票都买不了，成为了这个社会的隐形人。当记者看李静慈画了1个小时都没画出轮廓，问她累不累时，李静慈回答：“这是我爱做的事情，不觉得累。”这个回答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在朝鲜街头常见的那种条件反射式的回应。在这样一个极权主义的氛围里，父亲就是绝对的权威，唯一的真理。李静慈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热爱，她只知道这是父亲希望她做的事，所以她必须爱。她必须在画不出画的时候说我不累。看到记者对于李静慈的艺术才能感到困惑时，李铁军着急了。他问记者，中国历史上的4大丑女是谁？记者表示不知道。李铁军立刻让女儿回答出来。这实际上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常见模式。李铁军非常喜欢用一些非常冷门且没什么意义的知识来标榜和炫耀女儿的学识渊博，并以难住别人为乐。面对邻居和朋友的质疑，李铁军总是很不屑。他认为学校除了教人拍马屁，学不到任何东西。于是他给女儿列出了一个详细的日程表，上面写了女儿每天要做的事情：画画、音乐、看书、背书、练字，还有大量的体育运动。李铁军表示，音乐、美术、天文、医学，我无所不教。李静慈坦诚自己做不了初中生的试卷。当记者询问这是否意味着女儿达不到初中文化水平，李铁军突然激动起来，说大学生也没有人能赶得上我的女儿的，历史上没有哪个科学家的贡献会超过李静慈。这种激动其实是典型的自恋暴怒。我们视频开头提到的那位女生的父亲也是如此。当他发现女儿在他的教育下越来越抑郁时，他不是去共情女儿，而是指责和大骂女儿。这些父亲在潜意识层面也知道，孩子在他们的统治下过得并不幸福，甚至可以说被他们坑害了，但他们绝对不能承认这一点。于是，他们必须构建一个密不透风的泡沫。在这个泡沫里，世俗的标准，比如学历、分数、工作，都是庸俗、肮脏和无效的。他们站在一种相当理想主义和高度纯洁的位置去批判这一切，并发明出一套全新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他们是教育家，是导师、先知和天才。他们随便说一句话，孩子都会奉为真理。这极大地满足了他们恶性的自恋。他们如此激烈地批判别人的专制，其实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专制。然而，多人的专制总是好过一个人的专制的。我们的频道也经常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然而，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专制制度也强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专制。一个学校哪怕它在威权，在应试主义，它依然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有着复杂的生态。在这个系统里，虽然有令人讨厌的班主任，但也可能有那么一两个性格温和，甚至鼓励你叛逆的年轻老师。虽然有繁重的作业，但也可能有和你志同道合，一起吐槽学校，一起偷偷看手机的同学。这些不一样的人，虽然并非体制内的主流，同样是在体制的缝隙中生存着的。但正是这些缝隙，这些在阴影中的亚文化，给了孩子喘息的空间，
使孩子有了对比和鉴别的机会。孩子会发现，原来不是所有大人的想法都一样，原来这个世界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哪怕是非常微弱的，对于孩子的心智成熟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在这种极端和中国式的 homeschooling 中，这点缝隙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这个只有家长掌权的乌托邦里，孩子面对的是一个全能的神。父亲的喜怒哀乐就是这个世界的晴雨表，父亲的价值观就是这个宇宙的唯一真理。孩子没有同学可以吐槽，没有别的老师可以求助，甚至没有一个下课铃声能宣告他可以暂时逃离这个环境。这样的家庭就类似于社会学家戈夫曼所说的 total institution， 身处这种组织的个体是没有个人隐私的，他的睡眠、娱乐和工作都在同一个场所和同一个权威的监视下。戈夫曼指出，这样的组织必然存在一个 privilege system， 他们把原本属于人的基本权利拿走，然后把这些变成一种特权来奖励服从者。久而久之，个体开始觉得外面的世界果然可怕，甚至觉得里面比外面好，完全内化了这种制度的逻辑。这些家长本身是想要批判学校这种 total institution， 试图在家里建造一个乌托邦，然而实现出来的东西却远比学校更加高压和窒息。值得一说的是，我们发现这些父亲似乎有一个巨大的共性，就是他们自己社会化本身就是失败的。他们在社会上要么难以获得承认，要么获得了承认，但后来遭受了某种重大挫折，即使身处某个组织中，但内心深处是非常孤独和痛苦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边缘群体，而年幼和不独立的孩子对自己的认同可以极大地滋养他们濒临崩溃的脆弱的自体。于是，他们选择退回到了家庭这个最小的单位里，建立了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独立王国。李铁军显然是非常孤独的，他没有什么朋友，靠着微薄的退休金生活，整天和女儿守在一起，因此他当然也不希望女儿有自己的身份证，不希望女儿离开自己。而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位女性朋友的爸爸，虽然早年有着较高的世俗成就，但是在职场上遭遇挫折后，竟然10几年都无法再出门工作。他一直沉浸在自己要教育好女儿的理想之中。他说自己是因为要专注在女儿的教育上，才牺牲了那么多。他甚至不允许女儿和妈妈接触，理由是妈妈不够有文化，会耽误女儿的学习计划。在外面，这些家长可能只是一个拿着微薄退休金的奇怪老人，或者一个10几年无法工作的失意中年人。但在家里，面对年幼且完全依赖他们的孩子，他们瞬间成了真理的化身。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中国特色的 homeschooling 往往伴随着极端的封闭和排他。因为一旦孩子接触了真实世界，有了自己的判断力，父亲那个全能神的幻象就会瞬间破灭。所以，为了维持这个幻象，他们必须把墙砌得越来越高。当然，如果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感受，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想象，至少在初期，孩子眼里的父亲形象一定是非常迷人的。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怀才不遇，那么的睿智，对这个庸俗乏味的世界充满了批判性。他们就像是一个孤独的英雄，带着孩子逃离了平庸之恶。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起源于反抗主流的激进理想，在初期往往带有一种致命的道德感召力和诱惑力。然而，这种建立在边缘、反叛和憎恨之上的理想，虽然刚开始看起来非常的高尚和纯洁，但在实践中却时常发生了诡异的转变。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把所有的主流评价体系，无论是考试分数、学历认证，还是同伴的认可，都统统否定并排除在外时，他们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但这其实导致了一种极度的失重感，因为人需要参照来确定自己的坐标。当你无法放下你的憎恨，因而不得不切断了所有外部反馈，你虽然免于被评价，但也失去了现实检验的能力。这种绝对的自由
带来的是绝对的孤独和焦虑。而为了缓解这种失重和虚空所带来的巨大恐慌，这些家长不得不动用最后一种防御机制，他们把很多原本属于技术和世俗层面的问题，强行变成了一种善与恶、洁净与肮脏的神学问题。比如，孩子想交朋友，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一种普通的社交需求，而被定义为是否堕落为庸俗的大众。孩子感到抑郁，这说明孩子还是被这个肮脏的体制和社会所污染了。而为了证明孩子是优秀的，也就是他们的教育实验是成功的，他们就必须不断地强调那些没什么用的知识才是真正代表智慧的，这反而导致了一种理性的大倒退和前现代的污媚化。我们知道，布尔迪厄以法国社会为例，激烈地批判现代社会的教育体制。他认为学校教育如同一个施展巫术的巫师，通过一系列考试和排名来为学生内在的心智能力做出看似公正客观的筛选。布尔迪厄认为这是一种符号暴力，是强行把成绩、习俗和学校纪律与一个人的内在本质联系起来。然而，这些家长虽然也批判学校的符号暴力，但他们所依赖和信任的符号却更加原始和粗糙。而这恰恰与近代的启蒙精神背道而驰。我们说，启蒙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人们开始用理性的、技术的、可分析的眼光，去代替神秘的、道德和宗教的眼光。但这些家长把教育重新拖回了前现代的巫术时代。在那个封闭的房间里，父亲不再是一个教育者，而是退化成了一个部落的萨满或大祭司。他们以为自己在反抗体制的压迫，其实是在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真正的自由从来不产生于对世界的恨意与隔绝之中，那看起来可能非常清高和纯洁，但也是非常脆弱的。我想，真正的自由就在于我们有勇气走入那个不完美，甚至有些肮脏的真实世界，在与他人的碰撞、妥协和合作中，依然保持独立的思考。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